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Rangerman 频道，我是阿面的弟弟阿仔。没有错啦，今天就是为大家带来热腾腾、新鲜出炉的2023 Innova Zen-X。不过因为我不是被官方邀请去拍摄的，所以呢，我所拍到的这一辆就是有别于你在网上所看到的那个 Hybrid HEV 版本，我拍的这辆就是 2.0 的 V-Spec， 也就是165千的那一款。然后我个人也觉得这一款应该是会比 HEV 好卖的啦。至于在哪个方面呢？这个我等下再慢慢跟大家娓娓道来。然后在影片接下去之前，又要再麻烦各位帮我点个赞，再来点个免费的订阅。这个红红的订阅你刚刚跟它点下去就对了的。下一次我有更新影片，你才不会错过。重点是 YouTube 的订阅真的是不收费的，你点看看。这不是我都讲了咯，没有事情发生的。接下来马上开始今天的影片。首先这个价格上的差异2.0 的 V-Spec 是165千 2.0 HEV 是202千 Low Spec 跟 High Spec 差的不是1-2万块了。我觉得165千这个价位应该也是普遍人比较能够接受的。再来根据 Salesman 给我的消息啦，这个 2.0 HEV 也不会那么快进入到本地市场，预计是在年尾才可以拿到车，所以现在暂时主打的就是2.0 的 V-Spec 今天这一款。有兴趣要找 Toyota 车款或者这辆 Innova Zen-X 的话，都可以联络下这位 salesman 啦。全程都是他陪我试驾的，人很 friendly。大改款的 Innova Zen-X 可以讲真的是彻底的大改款，无论从外形内饰，甚至到引擎、压箱、chassis 这个3大件都是采用全新的。chassis 的话是采用 DNGA， 然后也跟之前的 Innova 不一样，现在采用一般乘用车上面的 Unibody， 而不是像以前旧款的那样是采用和 4x4 一样的那个 leather frame。因为 Innova 这款车其实一开始就是为东南亚来研发的，和 Avanza 一样啦，所以一开始都是直接给你 leather frame， 为了我们比较烂的路面也比较耐操。不过现在时代在改变嘛，路肯定是越来越美了的，所以也慢慢改用回一般乘用车上面的 Unibody， 整体的舒适性当然是会比较高。再来就是 for 这辆 Innova Zen-X 它有一些可以选配的东西，就是包括后面的行车记录器，其中还有一个叫做 Vehicle Telematics System， 这个就比较特别啦。根据我的了解啦，它的功能是有点像飞机上面的黑夹子，就是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找到那个黑夹子来还原整意外的发生。所以没有错，它在你的车内也是会记录你的各种数据，包括你的油门brake 这些东西。发出了，如果之后你真的是有不小心发生什么意外，也可以通过这个数据来还原整个意外的过程。对你 claim 保险也好都是比较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这个东西也不贵，所以大家可以选的话，尽量是选掉它啦。然后 for HEV 的话 ，Toyota 是有给到8年的 warranty， 再加一个2950块，还可以再 extend 2年。当然跟我们今天这一款 V-Spec 是没有关系啦，这个东西就给大家知道而已。首先外形方面，整辆车看起来算是蛮高大的，也比较厚实的那种感觉。不过这个车头我越看越久给我想到那个 Tiggo 8 Pro 的感觉，不懂大家觉得像不像啦？也不是讲像就有一点点那个神韵在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灯组，我觉得看起来是比较廉价的感觉，甚至对比起 Vios 都比它还要精致。不过你把那个灯全部开起来，就是讲不上哪里廉价，明明灯全部都给完你 LED 了。我觉得啦，可能是它的日行灯没有整合在这个头灯里面，没有用到 LED 的灯条整个看起来就是像是一般的那种以前老款车的 reflector 这样子。如果比较起大家现在最喜欢拿它们来比的就是 Proton X90 的这个头灯组就很明显精致了，非常的多。不过这个只是从外形来看其实它们的内在都同样是用完全部 LED， 包括底下的这个 LED 的 signal 灯，下面的 fog lamp 都是用完 LED。车侧的话，整体也比较方正，比较厚实，然后在轮拱上面也有这种防刮材质其实 Innova 的定位本来就是一辆 MPV， 不过现在给你感觉它又像是一辆 SUV。再来它的 rim 的设计也不是讲特别好看啦，然后也没有采用多tone，就是一般的银色。尺寸的话应该是18寸是一条蛮大条的大压来的。后轮当然是有给上你这个 disc brake 啦。来到车尾也是有一点点上一代的影子，整体来讲形状还算是比较平。不过在这个尾灯方面就觉得还蛮好看。首先也是采用 LED， 而且它的 LED 有别于以往的 Toyota， 它是比较厚的一条 LED， 又给我联想到 BM 的5 Series。它的尾灯形状也是类似这样子啦，也是采用比较粗的这个 LED 灯条，真的是还蛮好看的。然后你可以注意看它的这个尾灯还有一点点黑色的框，这样子把它框起来的，整个看起来就比较运动。
下面当然有 V 还有这个 Innova Zenix 的名牌来告诉你，我是一款截然不同的 Innova，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给你拿来出用的 Innova 了。不过这个外形讲像谁像谁啊，其实也是现在大部分的汽车所遇到的一个设计瓶颈啊。因为你看单单车头就好，灯都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尖，然后这个嘴巴这个 grill 啊又是越做越大，就是这样子咯。只要有出新车，你就会觉得这个像那个谁，那个又像这个谁这样子，比较没有以前的那种创意了啊。以前的车还可以用一些比较圆的那个形状，现在就很少看到了啦。只有一些经典的车才保留圆的这个部分，现在的就是越做越sharp，那个车头灯啊越来越小越来越细越来越尖，卖相就更加符合现在的消费者。外形整体来讲就是这样子，它跟那个 HEV 的版本并不会有，不是并不会啊，是根本没有差，几乎就是100%一模一样。再来这么大的这个后斗啊，当然也少不了电动尾门，速度还是蛮快的，这两只 absorber 也都很粗，看起来还是蛮有力。这个是新车啦，越用越久，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啦。至于开起来过后的空间就如你所见咯，就是这样子的啦。这种7人座的车，如果没有把这个第3排的椅子放倒，空间几乎都是没有几大的。然后我们先去坐一下，看第3排的感受是如何啊？看看我这个靓仔的表情就知道啊，有口难言的感觉啊。你讲会到很不舒服嘛？又不会。很舒服，又也不会，因为它的椅背是还可以再放躺，然后那个椅垫也会跟着抬高一点点。我放到最躺的话是还 OK， 头的空间就会稍微一点点的敲到啦，因为安全带就在我的头上嘛。如果要拿来跟 Veloz 直接进行比较的话， Veloz 我可以坐30分钟，这个 Innova Zenix 的第3排可能我可以坐1个小时1个小时半这样子。身为一辆 MPV 的第2排肯定都是舒服好坐的，空间也是够大，无论脚部空间还是头部空间都好，然后椅子的这个支撑性也是很够，坐在第2排肯定是不会觉得不舒服的啦。你是当成5人车来用的话，这个是一辆非常称职非常舒服的5人车。头顶上就还有这个蓝色的氛围灯，也有自己独立的冷气，不过比较起 HEV 版本就少了大天窗。来到驾驶位的话，首先这个 steering 可以看到就没有用 DNGA 的那个 steering， 往旁边看去就有这个360 camera， 这个 Toyota 全车系标配啦。再来的话 meter 方面可以看到是左右一个传统指针，中间 digital meter 的范围比较小，不过这个我个人是不会介意啦。也可以看到驾驶舱它这个 dashboard 的部分已经是尽量缩短，然后牙柄也是斜斜排列在 center console 上面的。前座的空间当然也是蛮好的，椅子也都很大张很舒服，支撑性也都非常够。再来这个 center console 方面就没有意外没有惊喜啦，非常的 Toyota， 东西都是还蛮就手的啦，材质也没有特别突出。不过有一点我要吐槽的就是这个 gear knob 真的是看起来很廉价，就连 Vios 的那个 DNGA 的都比它好看啊。廉价的部分在哪里？第一个它的头太过大，第二个就是这个下面这个 stick 怎样都拿一个皮来跟它包住啦，不要把这个棍露出来，真的是像以前老款的设计。材质方面也是非常 Toyota， 可以省的地方就跟你省，摸得到的才给你软的。然后中间的这个 armrest 是从驾驶位这里侧开的，里面就有一个无线充电。我懂在 Vios 的这个无线充电是被吐槽到乱的啦，那个充电效率真的是慢到没有朋友，这个 Innova 的就不懂有没有改进。然后中间的这个360 camera 还有一个蛮好玩的功能你在驾驶位的右下可以按这个 view 来控制你这个360的各个角度的画面，这个也是相当实用的啦，因为车比较高嘛，可能有什么小动物躲在你的车旁边你看不到的死角部分。内饰整体来讲就是非常的 typical 的 Toyota， 设计和材质方面都没有任何的惊喜，不过 spec 就是给到你满满的。 Toyota 向来都是很舍得给 spec 的啦，不过还是要吐槽一下，这个360的 resolution 也是非常的 Toyota， 这一次也搭配了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3.0 的版本给到你，安全性满满 spec 满满，整个车舒舒服服，这个就是 Toyota 的价值啦。来到试驾环节真的很难想象我会在开一辆 Toyota 的时候竟然感觉到有惊喜。先来讲隔音的部分当时候我是关掉 radio， 隔音还算是蛮好的，只是有一点点那个 CVT 的声音传进来，你开个 radio 的话基本上噪音不会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再来就要讲我惊喜的部分这个 Innova Zenix 是采用 2.0 Dynamic Force 的引擎搭配 10 speed 的 CVT， 这个动力组合原本我真的是没有什么期待的啦，毕竟 2.0 你讲可以既有力，不过 Dynamic Force 这个东西你真的是要亲自去感受，真的你会改观的，相信我。比较起老款的这个 Innova 的话，它的马力是137 HP， 扭力183 Nm。来到这一代新款的话，这个 Dynamic Force 2.0 的引擎有174 PS， 还有205的 Nm。
这个排气量加上这个动力数据啊，也是目前在本地里面没有对手。我在试驾的时候，我的预期就是会像 Veloz 那样 underpower 啊，整个起步很重拖，一加速没有力。不过真的是非常意外，非常惊喜。单就这个纸上数据来讲啊，可以达到200 Nm 2.0 NA 的引擎来讲，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得。如果你是比较起上一款的这个 Innova 的话，动力来讲，虽然我没有试驾过，不过闭住眼睛我都可以跟你打包票，肯定100%比上一代来的好驾，来的有力。因为上一代的构造用的是 leather frame 的构造就注定它会比较重。再来啊，它的这个动力数据你可以看到是非常非常的凄惨，所以这个 Dynamic Force 的话，真的是全方位吊打 2.0 的引擎。然后当时试驾的时候，是我跟 Salesman 2个人，在加速各车什么的时候，我都觉得是绰绰有余啊，甚至还有蛮多的余量。如果你是加5口或者一加4口的话，甚至到你做到7个人，可能都是足够使用的。我也觉得不会有 underpower 的感觉。比较起 Veloz 啊，我都觉得它的那个加速的时候，引擎的噪音真的是非常粗，非常歇斯底里啊。这个 2.0 的 Dynamic Force 引擎，我再踩多一点油，甚至60-70%，它都是很淡定的就可以上到100。讲一句心里话，真的我在拍 Toyota 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内心毫无波澜了。我觉得这个牌子就是给不到我这种激情的东西。可是啊，这个引擎真的是让我对 Toyota 有所改观。希望 Toyota 未来也可以在本地市场大力推广这个 Dynamic Force， 展示他们以前 Supra 那个年代啊，对于引擎调教和改良的这个天分还有这个功力啊。不要再给我们万年不变的 VVTi 了啦，明明都有这么好料的东西。本来我来拍这个 Innova 的时候都是打算吐槽它了的，没有想到这样子的驾驶表现啊，我真的是无从下口了。总体来讲，这个 2.0 的 Dynamic Force 引擎，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尝试的啦。可以讲啊，是本地市场当中最强的 2.0 NA， 没有之一了。单就这个引擎，我觉得是165千，它可能可以值一个，我觉得蛮值得就对了啦。再加上 Toyota 送给你的这些 spec 啊，到现在还是觉得这个 2.0V 的版本是还蛮值得的。至于那个 Hybrid 的话，就看之后有没有机会试驾到啦。今天的影片大概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在关掉影片之前，又要再麻烦还没有订阅的观众，赶快点个免费的订阅啦，真的是不用钱的。感谢各位，感谢收看，我是阿宅，我们下期见，拜。